观之道为使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一词来源甚古，在庄子养生主中就有古文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历来道家与道教都十分重视修真养性，把平时的修炼视为养生之道，尤其是全真道，更是以性命双修、成仙正真的思想为宗教信仰。性功指修心，命功为炼气，真为个人内修的真功及布道济世的真行。成仙乃修炼之最高境界，道者认为只要真心诚意的炼养，一旦真功告成，即可自主生死。所以道众尤为注重修炼养生，甚至道教音乐也蕴含着养生的学问。所以今天小关就来分享一些道教音乐的养生之道，感兴趣的观友们可以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音乐能使人延年益寿，也已为现代科学所证明。美国马里兰大学科学家凯瑟琳·麦考密克向人们揭示，歌唱能使人健康长寿，因为唱歌能使呼吸系统的肌肉得到积极的锻炼。它在增强胸部肌肉的方面不亚于游泳、划船和瑜伽，而道教音乐自然融合，清澈无尘，更能使歌者在咏唱的状态下犹如进入清虚之境而得到心灵的净化，这也是道教徒进行养生的最好途径之一。道教音乐是道教进行斋教仪式时为神仙祝诞、祈求上天赐福、降妖驱魔以及超度亡灵等诸法事活动中使用的音乐，即为法事音乐、道场音乐，包括道教科仪音乐以及道士在宣道、布道和修身养性时所使用的音乐，也属于道教音乐的范畴。道教音乐是道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具有烘托、渲染宗教气氛，增强信仰者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对神仙的崇敬。道教的外在形态是它的科范仪式，而道教音乐又是各种科仪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是道士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在道士的修持中如此重要，是因为乐可以调气息和阴阳，因而道教徒利用音乐的这一特性而创作了玄门独有的音乐来修持自己。历史上对修道之人要求十分严格，一般道士要会琴、棋、书、画，资深道士要学会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高道则需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医、补、心、香。道教弟子每日早晚必须面对神灵上殿诵经，凡住公关道士皆以敲钟击鼓为令，每日清晨5更开镜，在打扫摘木整肃衣冠之后，便上殿咏早坛功课经，每日晚摘毕，晚坛的头通鼓响，道众又要及时沐浴洗漱，严整衣饰登坛逢咏晚坛功课经。道众把这种早晚功课经视为实心见性、延生保安的炼养实践，一级养生之道也。在道教经典与文献中，有关道乐与养生的论述也屡见不鲜。在太平经卷113中有乐，小句小得其意者以乐人，中句中得其意者以乐智，上句上得其意者以乐天地。得乐人法者，天地为其和。上士治乐，以作无畏而度世；中士治乐，乃以和乐俗人以调治；下士治乐，以乐人以招时。夫乐者治乐，行者治行，有影响之验，不失诸分也。道教认为音乐对人是有教育作用的，以乐人可以使人为之乐喜，用音乐来陶冶人的情操。对自然的功能作用而言，以乐天地，可以使天地为之和。对于治乐者本人来讲，上士为了度世、修身养性，达到无畏之境界；中士是为了和乐俗人以调治，以音乐为社交手段进行人际交往；
下士则是为了招式糊口，作为谋生手段。对音乐与社会、音乐与刑罚的关系而论，则是指械斗断奸邪，新道德之逆恶，目的在于悦人、悦智、悦天地、悦神灵。归根到底是要用音乐对民众百姓教化，教人养生，使祸乱不作。这就指明了道乐对道徒和信众二者的修养与教化作用，也是道乐的最终目的。前面也说了，道教的早晚功课是道教科仪的主要内容，是道众每日必修的功课，其音乐堪为道乐中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音乐中词曲结合的声乐艺术珍品。在早晚功课活动中，道众在庄严肃穆、清幽淡雅的乐声中，缥缈忘我地与神交往，并唤起他们的审美体验。如早功课起手的澄清韵，正是琳琅震响、十分肃静情景的写照。随着歌者全身心的投入，使之产生一种特殊的虔诚心境。此韵的歌词是源于《原始无量度人妙经》，著名道士程玄英在注解此经时称，上圣元始天尊所降度人经具有开人度物、死生通缉的神奇法功，为诵经10遍，上达诸天，起死回海，贤得长生，并对天无愤恚，地无妖尘，明慧动清，大量玄玄也，注曰：诵咏之者，上感诸天，福配灵文，即随气所，至功德圆满，升为精确之臣。这即是说，只要虔诚诵咏度人经这几句经文，便可起死回生，长生久世，甚至能积学成真，通道入圣，骨肉同气有日，飞升为玄都玉经之神位。这种无欲无为的信仰理念及众玄之道，给信徒一种虚幻的期望，以致激发出无比虔诚追求的精神力量。陈清韵一歌所蕴含的思想内容，正是源于度人经及程玄英众玄之道的思想。所谓澄清，即指欲语澄清、纤尘不染的神仙天界镜像，这也是信徒们念念不忘追求与渴望达到的仙境。他要求道徒要3业清净，即身业净、口业净、意业净，淡泊虚仪，不染尘净，体资正道，务比众玄，以达到长生久世、悟道飞升的目的。此韵意指深邃，概念精炼，即是天道的清澈无尘，一是人道的清净无杂，所谓天人合一也。如全真正韵中澄清韵，此韵的音乐起腔即用商、羽、宫、清绝4音，散发出一种清虚淡雅的意韵。入拍后则句符连绵不断，悠长婉转，环绕商音旋转，加之道士一唱3叹的抒咏颂唱，更加突出了此歌清雅闲适的静致。尾腔与起手的3板近似，构成首尾呼应的结构关系。该韵用于早功课的起手，使道众自早课始即进入一种诚心尘埃的清幽境地，开启了养生的一个良好开端。而晚功课第一首韵腔不虚，渊源幽谷。据南宋柳敬书忆苑载，沉思王游于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求亮，解音者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笑之，作不虚声。据称此韵因其宛如众仙缥缈步行虚空歌颂之声而得名。作为晚功课的首韵，道众即在缥缈的不虚声中，清静地步入无为之境，以圆满地毕其一天的修持活动。还有道乐的法器，也为道徒修炼养生所用。在道教音乐中，最早使用的法器有钟、磬、鼓、铃等。在葛洪的《抱朴子道义篇》中有云：壮金伐革，讴歌颂咏，拜伏稽首，祈求福愿。可以看出，那时即用了乐器来祈求福愿，进行修炼养生。金、革的运用，早在春秋战国就非常广泛，它在民间巫仪活动中也广为运用。道教继承了巫以歌舞降神的传统，在课诵中也是金钟玉磬，以此实名，行道上讲，西先叩击，
同时，这些法器在道士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它具有通神辟邪的双重作用。进口向上，谓之其声能上九霄，通达天庭；中口向下，其声能召唤地府诸神；钟鼓其鸣，万物苏醒，法力所致，功德圆满。道教徒正是运用这种声响，祈求上苍召唤神灵，求得功德圆满，得道正真，实现养生的最终目的。现代科学也证明，在宗教仪式中，这些响器的敲击声在一定的音响频率内，能使人产生一种幻觉的状态。道徒们正是应用这种特殊音响，也进入修炼养生的幻境。总的来说，道教音乐是道教徒进行修炼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在修持中须臾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他们在晨钟暮鼓与铿锵的声乐中，周而复始地持诵早晚功课，岁月轮回，从不间断。这种长期而有规律的修持活动，无疑会使他们的身心得到积极的炼养与有益的调息，从而达到益寿延年的意愿。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希望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喜欢小关，别忘记点击订阅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